这是马来西亚一座建在海上的村落——吉丹岛。我手上就陈海，陈海呀，主题陈海啊。我们这个岛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。岛屿四周的红树林里，到处是螃蟹。100多年前，华人为了捕捉螃蟹来到这里，在海上搭起了高脚屋。高脚屋长在海上，村里的路是纵横交错的木栈道。这里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没有汽车的地方，唯一的通道是水路。仿佛乡土中国里的村落，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。谢银伟，他的爷爷和父亲曾是吉丹岛的村长，而他是每天都让村民骚动的人。当他回到吉丹岛，村民们会不约而同地朝他聚拢。在吉丹岛岛内，电动摩托是最佳的交通工具。这里的村民有一个爱好，就是不爱做饭。3餐能出去吃就尽量出去吃。久而久之，略懂烹饪的银伟就被村民培养成了自己的私人厨师。我笑呀！银伟啊，银伟啊，好，吃你香。好，他多长啊？好，银伟，这么颜色。好。一个村民，一种渔获。係高，我係高。一样海鲜，不同做法。银伟对每个村民的口味都了如指掌。他都笑，全鸡蛋说第二，没人说第一。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个人卖罢了。与村民的默契也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餐厅经营一直没有菜单。潮州的美食不需要太复杂，简单的食材是最好吃的，你认同吗？导演要试一下吗？不要拍我啊！不用拍嘛。银伟和妈妈共同经营着这间餐厅。可以吗？肉比较有嚼劲，没有这样软。大黑两盖。他的父亲从村长位置退休后，在厨房后巷帮忙杀鱼。打鱼很容易的嘛，你要去学，很快就会了。我只知道我跟我爸爸一样是潮州人。天天都在店里打闹的是银伟的4个侄子侄女。在岛上的餐厅中，螃蟹炒米粉、八宝蟹、生腌螃蟹，螃蟹制作的美食一直都是各家餐厅的招牌。而银伟妈妈的拿手菜是一道融合了南洋与中国智慧的改良菜——潮式海鲜肉骨茶。肉骨茶是华人初来南洋，为了治病驱寒而改良的一种食物。药材吃了不要补啊。将猪肉、猪骨和药材混合熬煮。以前吃肉骨茶的人都是很有钱的，有钱才吃肉骨茶的。在吉丹岛等沿海地区，善于烹饪海鲜的潮汕人将海鲜加入肉骨茶，
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潮味。只是单单肉骨茶就叫肉骨茶，这是海鲜肉骨茶。1860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吉丹岛的螃蟹吸引了第一波中国渔民在此落脚。100多年前被人发现有这个岛，一些年轻的啊，就先过来在这边找生活，捕这个螃蟹。阿公这里有。扫一下，然后都没有家庭嘛，就是住在一间公司的屋子。面对荒岛残酷的生存环境，他们以姓氏与籍贯为纽带，建起一种名为邻厝的公屋，同吃同住，相互扶持。晚来的乡亲也投靠在相同姓氏的邻厝里。有一些赚到一点钱，就在这边结婚，然后他会搬离这个邻厝，就是慢慢这么传播开来。搬离邻厝后，乡亲们会选择在邻厝附近安家，并在门楣上刻下代表家族姓氏的堂号。邻厝也就从公屋逐渐演变成为村民祭拜和聚会的地方，就像中国的祠堂。我知道这里是神庙。我们邻厝这个范围了，最多的时候亲戚啊，40多个家庭在这边。100多年的发展，一个个邻厝变成了一个个家族，几十个邻厝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吉丹岛。如今，岛上超过60%居民祖籍来自汕头澄海，潮汕话也成了岛上的官方语言。我祖上叫做澄海，澄海呀、祖籍澄海啊，澄海喺哪里？潮州啊，潮州人啊。潮州人啊。当我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地方的话啦，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啊。你一个人是不能生活的，你就要抱团取暖。所以这个邻厝呢，就是他一个依靠的地方哦。吉丹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感很强，你受欺负，这边的人会为你出头的。鼎盛时期，岛上住着2万多人，如今只剩不到5000人。年轻人走向城市，家庭人口变少，但一起吃饭的需求从未改变。于是餐厅接替了昔日邻厝的社交功能。还有表嫂、表哥、他的孙子，还有先生哦。我们每天都是一起吃饭的。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吧，这里的习惯。你看那些人的话都是找朋友啊，吃早餐这一类，这都是祖辈教导下来的嘛。所以以前人都是大家庭嘛，就行的啊，一起啊，住在一起啊，就吃饭啊，热闹嘛。然后久而久之，我们就爱热闹，潮州人爱热闹。除了吃，也是一个聚会的地方，熟悉的一个聚会，或者说一个情感联络。华人的感情啊，是吃饭吃出来的，生意呢是饭局谈出来的。这份凝聚了100年的族群情感，每天都在营尾的餐厅上演。肉骨茶，肉骨茶，潮州的肉骨茶。哎，是啦，安息，我们才杀，不然就叫杀生。他活的时候杀就不好，这就应该死了。现在自称为吉丹岛私人厨师的营尾，以前是一个从来不进厨房的人。小时候我从来不走进去里面，走进里面就是拿钱，拿了就走。12年前，谢妈妈的眼睛因病而短暂失明。医生说如果再看不见，就是以后也看不见。因为那个草鱼的那个烟很大，又辣椒烟啊，很伤眼睛。为了妈妈的眼睛，他拿起了锅铲，开始跟妈妈学煮炒。但是谢妈妈是个要求很高的人。好了，我食啊。头炒的时候就一直给人家骂。你讲多了，他就嫌你唠叨哦。他现在还是很小孩子气嘞。说太咸啊，不够味啊，什么什么。他偷偷做的时候啊，有些顾客啊说：“等一下你炒啊，你不要给英语炒哦。”啊，谢妈妈跟我们说，
他希望尹伟快速成长，将来可以接手餐厅的经营。但尹伟还不懂他的心。有时候我们讲他一句哦，我说妈，你不要讲，我知道的啦，就嫌我们唠叨了啊。我说我只是讲一句而已啊，你就嫌我唠叨了哦。习惯了，没顶嘴好像不习惯了。如果你这样讲他，说是你态度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所以弄到他这样，那他就生气了。看对谁了？然后讲这句话咯，看对谁，你看，对啊，对老婆不会，不过也是他老婆有时候很生气他的。他就听他老婆而已啦。你们要那边去少报新闻了，笑他气就对了啦。他快了一水就没有气了啦。没有办法，代沟的问题啊。老婆，完蛋了，看不到，没有看到那个船。是啦，都没有看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在那边等你，我们在看那个船，怎么到现在没有来？尹伟在遇上未婚妻佳怡之前，只是在上午妈妈开店的时候帮妈妈打工。已经订婚了。去年，尹伟和佳怡订婚后，仿佛一夜长大。就每次有时候生日啊，他会写一些东西给你啦，是啊，妈，对不起，有时候我气你，你原谅我，我会改，这样啦。他开始独立做起晚餐生意，还推出了自己的招牌菜——潮式土沙粥。土沙粥是马来西亚有一个渔村他们的美食来的，最主要就是菜脯啊，这些酱啊，然后那个鱼要够新鲜。潮州粥是要一粒一粒，就是比较有嚼劲这样子。从不进厨房的佳怡也开始学切鱼，经营餐厅。不唱不醉。就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喜欢，以前动都不敢动。人会改变的，至少我老婆不在，她陪我嘛。在与尹伟相处的这几天，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佳怡的呵护，他对妈妈的孝心。我跟你说，我从来都不喜欢吵啊，都没办法。要钱啊，跟我老婆说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想给她更好的，就是这样。尹伟的生意离不开街坊的帮衬，店里的客人几乎都是看着尹伟长大的。因为我主要是做鸡蛋人的生意，就是熟客，就是每天那一些人就差不多是跑不掉的那些人，也算支持我吧。从他开的时候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了。你只要开着股啊，就食着股。你促使我就。我们在鸡蛋都是全部人都认识的，因为好吃不好吃还一直来，常客来的。一个月应该是20天有了。咱也识，店也识，所以我接就球场过来的。我们鸡蛋这种渔村它是一种我们叫做熟人社会，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照顾来照顾过去的。正是这种熟人社会里深厚的情谊，托举着尹伟一步步实现组建小家的梦想。我数一下。还行，手工手工。在遥远未来，我静静地等待。你不在，听阿姨唱一首歌，我们就要离开鸡蛋岛了。你不在，爱的眼泪流成海。希望你的明天看见幸福的将来，我的爱永远在等待。
在吉丹岛，我们看到了潮汕人如何在最荒凉的海上，依靠宗亲的连结，建起一座新的故乡。在银伟的成长中，我们也看到了那份从林厝延续至今的守望与爱的传承。当传统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，再见了。吉丹岛上这种熟悉的人情味，或许正是我们内心深处一直找寻的安宁与归属。